红蜘蛛的体型虽小，危害却是体型的上百倍。这种烦人的害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生，它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经常反复，喷了点药就没有了，过几天就死灰复燃了，根除难度超过90分。而且它也非常狡猾，经常躲在叶子背面，吸食叶子养分，严重时甚至导致植物脱水枯死。你曾经受过红蜘蛛的困扰吗？有过困扰的请回复1，没有遇到过的请回复0。当植物遭受了红蜘蛛，一定要及时处理。如果身边还没有合适的除虫剂的话，那么建议你看完本期内容，收获将是花钱也买不来的。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分享消灭红蜘蛛的方法。1、识别红蜘蛛。想要消灭红蜘蛛，首先要认识它。现实中往往是很多植物都已经遭受了红蜘蛛的毒害，可是花友自己还没察觉，而等到察觉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首先说容易受到红蜘蛛侵害的植物，这些植物无论是室内养护还是露天养护，都很难逃过红蜘蛛的魔掌。比如草莓、瓜果、菜豆、西红柿、茄子、荷兰豆、观赏花卉、多肉植物，以及绝大多数在室内养护的盆栽。刚才说过，红蜘蛛以吸食植物的汁液为生，所以感染了红蜘蛛，叶子必然会出现变化，我们就要顺着这个痕迹来找。当你发现植物的叶面上有黄斑、白斑或褐色斑点，并且叶面上还有非常小的白点或红点在移动，那么这些白点或红点就是红蜘蛛了。不要天真的以为红蜘蛛就一定是红色的哦，白色也是哦，因为红蜘蛛产的卵就为白色。感染了红蜘蛛以后，植物的叶子背面结有白色的棉状丝网，然后叶子逐渐变色干枯，最终全躯脱落。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找不到红蜘蛛，或者看不出来它到底在哪里的话，那么你可以在盆栽下面垫一张白纸，然后轻轻摇晃枝条，红蜘蛛就会掉到白纸上。但很难发现红蜘蛛也并不是我们的错，因为它确实太小了。如果拿放大镜观察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小小的红蜘蛛竟然有8条腿，颜色也是有红色、棕色、黄色或绿色。2、消灭红蜘蛛。如果发现家里的植物感染了红蜘蛛的话，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要杀虫？大错特错哦！发现红蜘蛛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杀虫，而是要隔离。一定要立即把有虫害的植株与其他植株隔离开，避免红蜘蛛蔓延开去，祸害更多的植株。方法1、修剪。把有虫害的植物单独关押以后呢，我们就要好好修剪，把茎干、叶子和其他感染红蜘蛛的部分统统剪掉，然后扔进垃圾桶。此外，红蜘蛛结的虫网也要一并清除干净。最惨的是，要是整株植物都感染了红蜘蛛，那么证明它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个时候只有忍痛割爱，否则红蜘蛛就会大肆蔓延，祸害更多的植株。剪下来的植物扔进垃圾袋后，一定要把垃圾袋密封严实，如此一来，红蜘蛛就无处可逃了。这里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很多花友会习惯把旧土变新土，但千万要记住，如果旧盆土感染过虫害，这个土一定不要用，因为很小的虫子或者虫卵大概率还是存活在土壤中，如果再用来养花，相当于在养虫子了。方法2、自制杀虫剂。自制的第一种杀虫剂就是肥皂喷雾。作为一种自然的方法，肥皂喷雾普遍用于消灭红蜘蛛。把2汤匙温和型皂液、1至2汤匙食用油以及3.8升水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肥皂喷雾，然后每隔4至7天，整株植物喷淋一次，直到红蜘蛛彻底根除。这里所说的温和型皂液指的是婴儿的沐浴露等，因为刺激性强的皂液，比如洗洁精，会对植物造成伤害。如果你想使用刺激性强一些的皂液，可以先把它抹在植株的一小片区域上进行试验，看看会不会造成灼伤。要是没有造成灼伤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种刺激性强一些的皂液了。加入食用油的目的是，食用油不仅能让昆虫窒息，还能让肥皂喷雾固着在叶面上。但使用肥皂喷雾的时候需要注意，当植物受到阳光直射时，不要向它喷洒肥皂喷雾，因为此时的太阳会迅速晒干植物上的肥皂喷雾，导致失效。自制的第2种杀虫就是辣椒喷雾。辣椒喷雾是对付红蜘蛛和其他害虫的常规武器。
辣椒喷雾的制作方法也简单，把1茶匙辣椒粉、1升温水以及少量洗洁精混合在一起静置1晚，然后用细木的筛子滤去渣子，灌入喷瓶，就制成了辣椒喷雾。把辣椒喷雾喷洒在叶子背面，喷洒时脸要离辣椒喷雾远一些，以免辣椒喷雾溅到脸上。此外，使用时最好经常晃一晃，摇一摇喷瓶，以防辣椒喷雾生成沉淀。因为有些植物也害怕辣椒的喷雾，所以使用前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先测验一下，先把辣椒喷雾喷在植株的一小片区域，看看会不会造成伤害。要是没有造成伤害，你就可以放心使用辣椒喷雾了。如果要想使辣椒喷雾功效更强劲，配方里可以添上洋葱末和蒜末。自制的第3种杀虫剂就是精油喷雾。很多种类的精油不仅能让红蜘蛛退避三舍，还能让红蜘蛛一命呜呼，并且精油喷雾对植物几乎没有伤害，却能要了红蜘蛛的命，实在是两全其美。精油喷雾的制作方法也不难，往1升的喷瓶里灌入半瓶温水，然后滴入10至20毫升精油，就制成了精油喷雾。但也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精油都适合，推荐使用以下几种精油：印链精油、桉树精油、柠檬精油、肉桂精油、薄荷精油、迷迭香精油、菊花精油、百里香精油。制作精油喷雾时，要是选用气味清淡的精油，用量就得多一些；要是选用气味浓郁的精油，用量就可以相对少一些。没有稀释过的精油不能直接倒在植物上，否则会对植物造成伤害。通过自然的方法消灭红蜘蛛，好处多多。要是使用化学杀虫剂，可能会误杀猎食红蜘蛛的昆虫，使得红蜘蛛因为失去天敌而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方法3：喷淋。用高压喷水软管或高压水喷嘴，把植株彻底冲洗干净，也是清除红蜘蛛的一种方法。如果你养护的植物在室内，没有合适的环境喷淋的话，那么可以用湿海绵擦洗。但这种方法一定要反反复复使用，才能保证红蜘蛛被冲洗干净。然而，这种方法有一种隐患，就是虫子被水冲进了土壤里面，我们看到了虫子暂时消失的假象，过不了多久，它们还会浩浩荡荡卷土重来，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虫害很少的初期。方法4：引入天敌。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红蜘蛛也是有天敌的，所以我们可以让红蜘蛛的天敌长期定居在植物上，这样就不用吹灰之力轻松解决。常见的红蜘蛛的天敌有瓢虫、草蛉和肉食螨，但引入天敌这个方法要在虫害不严重的时候就行动起来，而且引入天敌的时候也要根据植物的类型以及季节等因素来综合挑选，所以这个方法虽然很好，但是需要很高的门槛。此外，红蜘蛛能对某些杀虫剂迅速产生耐药性，使得这些杀虫剂多用几回就不奏效了，因此通过自然的方法来消灭红蜘蛛实在是上策。雌性红蜘蛛不停地产卵，短短几周时间就能产下300粒虫卵。一旦这些虫卵不能完全被杀虫剂杀灭，红蜘蛛就会大量繁殖，泛滥成灾。所以预防红蜘蛛也是平时养护的重中之重。3、防范于未然。说到防范的方法有以下几点，这些做到了，不但感染红蜘蛛的概率会降低，感染其他虫害的几率也会减小很多。1、提供给植物良好的生长条件。植物要是日子过得不好，生存压力大，就容易遭受红蜘蛛的侵害。因此，你要给植物提供充沛的水分、肥沃的土壤以及适宜的光照。2、给植物除尘。在干旱多尘的环境里，红蜘蛛更加饥渴难耐，越发对植物大开杀戒。为了减少红蜘蛛对植物的侵害，你得定期帮植物掸去枝叶上的尘垢。3、找出虫卵，及时清除。单靠杀灭红蜘蛛不足以彻底根除，你得把虫卵一并清除干净才行。只要天气暖和，红蜘蛛就会不断产卵，因此你得经常清除虫卵，尽可能的让红蜘蛛断子绝孙，才能把红蜘蛛的数量降到最低，直至彻底根除。此外，经常给植物浇水，并仔细检查植株，如果发现叶子背面有红蜘蛛或者红蜘蛛的虫卵，你就要剪除这片叶子。此外，提供给植物一个通风良好的生长环境，也能有效防范红蜘蛛。最后要警告各位花友，
如果植株上的红蜘蛛数量已失控，自然的方法都不管用，你就只能使用杀虫剂了。无论使用哪种喷雾，都得先确定它不会对植物造成伤害，才能投入使用。不同植物对同一种喷雾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使用前，先把喷雾喷洒在植株的一小片区域上进行试验，看看会不会造成伤害。要是没有造成伤害，才可以整株使用。不过，尽量采用修剪枝叶和用水喷淋的方法来清除红蜘蛛。消灭红蜘蛛，你学会了吗？希望各位花友的家里都不再有虫害的侵袭，干干净净。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